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说完了这个主机计算的这么一个例子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啊，几个样例。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个子网规划的一个例子。通常情况下呢，这个子网规划呢出现在我们对于公网地址的规划上，因为私网地址呢，大家怎么着都可以用啊。后面我们会讲到 NAT 这个技术来进行公司网的转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们一般是不需要去做子网规划，我们一般都会用192啊、什么172啊等等一系列的标准的这个地址。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公司呢，它分配到了一段 C 类的地址啊，这个公司其实看起来已经很有钱了。因为现在在 IP 地址很紧张的情况下，它可以分配到很多的 IP 地址啊，特别是这种201.222.5.0啊，这个是一段公网 IP。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由于它是个 C 类，所以说呢，我们默认它是/24啊，或者说它的子网源码是3个255一个0，那么也就是说它得到了一大段的地址。然后这个公司呢，却有很多很多的部门，然后要求每一个部门有一个子网。啊，它要求每一个部门有一个子网，那么它有多少个呢？它需要有20个子网，每个子网里面有5台主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其划分呢？在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网络啊，或者说把这个网段进一步的细分，然后来满足这个公司的需求。它的需求呢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要20个子网。第二个，每个子网里面有5台主机，那么我们应该去满足它每个子网里面有5个主机呢，还是要满足它20个子网呢？当然，这2个条件都得满足。那么我们首先来满足谁呢？我们来看，好，在这里边，每个子网里面如果有5台主机的话，啊，如果每个子网里面有5台主机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网络主机位应该取多少个比特位呢？注意，我们所说到的，在我们的做子网划分的情况下，那么以2的 n 次方减2来完成主机数量的，或者说可用主机 IP 的一个计算。那么其实在这里边可变的值只有这个 n， 也就是说要么n 等于1啊，2的1次方是2减2，没有了啊，这个肯定不行。n 最少要等于2，那么2的平方是4，减掉2个还有2个可用，这个也不行，2个可用满足不了5个主机。那么下边就是2的3次方，当 n 等于3的时候，2的3次方等于8，8减掉2还剩6个可用地址，刚好可以满足它5个主机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划分子网的时候，首先要关注的是每个子网里面有多少个主机。好，那么2的3次方减2可以满足这个需求了，也就是说我至少要有3个主机位。除了主机位之后，网络位有多少个比特呢？首先这一段地址 C 类地址，它默认的延码就是255.255.255.0，就是一个24位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最后的8位里边去做文章。3个主机位，把这个0拆成0000。好，我们把这个重写一下。好，我们在这儿呢。255.255.255.0，把这个0拆成1、2、3、4、5、6、7、8个比特位，3个比特位作为主机位，最后的几个比特位作为主机位，所以说这3个比特位作为主机位 host。那么剩下还有5个比特位可以划分子网。对吧？8个嘛，这是3个，那么还有5个，那么一共可以有多少个子网呢？2的5次方等于32个子网，那么也就是说，刚好我32个子网可以满足20个子网的需求。说我能不能写2的4次方？2的4次方等于16，只能有16个子网，还真的满足不了这个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啊。20个子网，每个子网里有5台主机，刚好是5个子网位
3个主机位，加起来刚好是8个比特位。那么5个子网位，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子网1111000，这是你的掩码，对吧？前面全是1了，前面全是1了，那这是你的掩码。对于这个掩码来说，我们来换算一下，3个255就不用算了，我们来看1111000这个值十进制是多少？248。所以说你的掩码是255.255.255.248。注意这个东西是拿它算出来的5个子网位嘛，所以你要写5个1，算出来248，算出来248。然后我们再往后看。一共有多少个1呢？前边是3个255，每个是8加8加8那么它是3824，加上这5个29，所以说它的网络地址应该是201.222.5点几，然后斜杠29，一共有29个1我们用这种方式表示，可以少写很多东西。那么每一个子网我们可以看到。201.222.5.8斜杠29，那么5.8是多少？8是000010000这个是8，这个2进制等于8，主机位全为0，那么这个地方说明它代表一个子网，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从0001一直到11111，5个1，这个我们写在这儿，11111，5个1。中间的这一段范围是可变化的，那么就是不同的子网。所以说我们的网络应该是201.222.5.8、5.16等等等等等，一直到5.240都是斜杠29，这是你的20个子网。每一个子网里面的可用主机，那么好，5.8那么是000010000，那么主机位的第一个主机位001。这代表第一个主机，110代表最后一个主机，那么这个值是多少？这个值等于9，这个值等于多少？00001110，这个值是多少？这个值是14。所以说，你的第一个子网里面的主机可以的分配的地址是5.9到5.14，一共6个。对了，14减掉9还剩5个，然后要加1，对吧？9、109、10、11、12、13、14，一共是6个主机。那么这个子网划分的方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一点的。那么在实际的工作中或者说在实际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不会去这么去做。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用私网地址为每一个公司，为每一个公司的去划分网段的时候，我们都会用私网地址去做。那么在用私网地址去做的时候，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比如说192.168.1.0斜杠24，也就是意味着255.255.255.0，这是一个网络一个网段。然后呢，2.0斜杠24，这是另外一个网络另外一个网段等等，以此类推。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在实际的工作中用这种方式来完成。一般我们都会用斜杠24或者斜杠16当然现在斜杠16的比较少了，因为这个网络确实比较大。通常我们都会用斜杠24这种掩码来完成我们的子网规划，而不需要什么呢？不需要写到斜杠29或者斜杠28。这种情况呢，在运营商里边用到的比较多，因为运营商呢，可能有的用户说我买一个斜杠29的地址段就够了，有的用户呢地址需求量比较大，比如说我要买一个斜杠28或者斜杠27的地址段，这样子的话，在运营商里边可能做这种计算用的是比较多的，而在企业网里面，我们一般都用斜杠24的地址。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B 类子网的规划。对于 B 类子网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用私有的172.16.2.0这么一个子网地址，那么它的主机地址是可以从1到254的，广播地址是2.255。其实它在这儿看
掩码子网掩码，标准掩码应该是 B 类地址，应该是255.255.0.0。那么它做了子网划分，所以说你看，哎，在这儿是24位的255.255.255.0，这个掩码啊，这个掩码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掩码类型。好，再往下看 C 类地址的规划。对于 C 类地址来说是这样的：192.168.5.120。然后呢，它给了一个地址的掩码是多少呢？255.255.255.248。那么我们把248变成按照刚才我们的这个算法，对吧？我们把这是240啊，那么248就是29位的掩码，其实就是我们这儿这个掩码了我们把248变成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变成这个二进制。二进制以后呢，我们再去跟120去进行一个二进制的计算，算完了以后，那么主机范围是从5.121到5.126，一共6个地址，1、2、3、4、5、6个地址。那么它的广播地址是127，它的子网地址是120。那么这个120就是主机位全取0，而对于广播地址就是主机位全取1。那么加上这两个，看从0到7。一共8个地址，对吧？那么2的3次方刚好是8个 IP 地址，8个主机地址可用8个主机地址减掉全0和全1，那么可用的地址范围是这6个。这是我们的一个 C 类网络的规划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一般情况下再次强调，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去这么做。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会让掩码变成3个255，一个0。好。这个可能是最难的在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阶段的课程里面或者说第一个部分里边，这个可能是最难的，叫做变长子网掩码这个东西叫做变长子网掩码。那么变长子网掩码是怎么回事呢？注意看这个地方就是给了你整个这个地方是一个网络整个这个地方是一个网段，或者说是一个网络，是一个园区。那么给了你一段什么样的地址可以用呢？说是192.168.1.0这个地方可能写的有点过分了这个不应该是 ISP， 因为这个私有地址是不能够到 Internet 上去运行的一般不会给你这样。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网络里边它就用1.2.168.1.1.0/24这么一个网络来进行一个子网划分了。那么对于它来说，它将这个掩码划分成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堆斜杠27，斜杠27是有几个主机位呢？我们的网络里边最多一共是32个比特位，对吧？一共就是32个比特位。那么在这地方是斜杠27，也就是说前边的27个作为网络位，后边的32减7 5个比特位作为主机位。那么2的5次方32再减掉2个，也就是说一个网段里面可以有30个主机地址可用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看这儿，这是斜杠30，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斜杠30意味着只有2个比特位作为主机位，30个比特位都作为网络位了。那么2个比特位作为主机位，2的平方4减掉2全0和全1，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网段里边，注意只有2个 IP 地址可用，也就是说一边一个一条线路上一边一个。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边27 30把一个斜杠24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东西是斜杠24的，就是它给了我一个斜杠24，叫做什么呢？叫做一个标准的一个 C 类地址斜杠24。我们将其子网化，但是并没有像我们刚才那个例子一样，把它全都子网化成斜杠30，或者把它全都子网化成斜杠27，而是什么呢？而是做了一个多数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网段的这么一个划分有一部分是斜杠27的，有一部分是斜杠30的，这个东西就叫做变长子网掩码
啊，因为它的延码，你看从27到30有了变化，都是在这个斜杠24这一个网络里边啊去完成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变长子网延码。那么变长子网延码又该如何去计算呢？首先还是刚才的那个逻辑，你要满足每一个网络里边啊，你要满足每一个网络里边它的这个主机数量啊，它的主机数量，然后一个一个网络里边满足了主机数量以后，按照主机数量的这个位数来确认你的网络位是多少。很明显，在这个里边，首先它有4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里面需要30个主机，或者说小于30个主机，因为如果要大于30个主机的话，斜杠27就不够用了。啊，每一个网络里面要有30个或者小于30个主机，那么我按照我的延码的规则 ，OK， 我至少需要5个比特位作为主机位，那么2的5次方减掉2个，刚好是30个以内啊，30，那么30个以内可以满足，那么还剩3个比特位作为网络位，所以说，哎，27，然后在这儿有4条线路，每一条线路两端一边要一个 IP 地址，那么也就是说，我需要4段子网，每一个子网里面只需要2个 IP 地址。那么对于斜杠30来说，2的平方减掉2个，刚好是2个 IP， 一边一个。所以说，我又做出来4个斜杠30的子网，啊，我又做出来4个斜杠30的子网。这样子的话，我们将一个斜杠24划分出来了多个4个斜杠27以及4个斜杠30这样的网络，啊，这样的子网和网络，这个东西就叫做变长子网延码。好，再往下，无类域间路由，这个叫做 CIDR， 叫做 Classless Interdomain Routing。这个无类域间路由，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减小了路由表的规模，增强了网络的可扩展性。比如说，在我们的网络里边啊，这些都其实他认为都是斜杠24的，这些都是斜杠24的，啊，这些都是斜杠24的。那么 192.168.1.0 斜杠24、2.0 斜杠24、3.0 斜杠24，这些都变成24位的子网以后，那么对于这台设备来说，啊，这台设备来说，哦，刚才我念错了，应该是198.168，这就是一个公网 IP 了。因为只有192.168才是私网。好，那么对于 ISP 的这台设备来说，我需要向外通告的是什么呢？我需要向外边通告的是，我这儿连接了3个子网，分别是 198.168.1.0、198.168.2.0、198.168.3.0。这3个子网呢，或者说这3个网络，它们的延码都是24位的，或者说叫做它们的延码都是255.255.0.0、255.0。啊，3个255的，那么它每描述一个网段或者每描述一个网络，就要有一个后面我们会说到的路由条目。那么如果你描述3个，你就需要有3个条目进行描述。如果说这不是3个，而是多少呢？是从 1.0 一直到 255.0， 那么你在这个上面就要有200多个条目，对吧？要有200加255个条目，然后你通告给路由啊，或者说通告给这个互联网。而对于这个 ISP 来说，或者说对于这台路由器来说，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麻烦，我只要告诉互联网，凡是198.168开头的，你甭管是 1.0 还是 255.0， 是不是都是198.168开头的呀？好，那么在这个里边，凡是198.168开头的，你都来给我，我来向里边去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台设备，你可以只向外通告什么呢？198.168.0.0，然后斜杠16。这个依然是延码，也就是说被1盖住的是网络部分。那么也就是说，哎，198.168开头的后边的主机部分你就不用关心了，反正198.168开头的你就扔给我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 Internet 来说，就将这200多集合成了什么呢？集合成了这一个路由条目，就集合成了这一个东西。然后对于它来说，可以大大的节约什么呢？节约我们的表象的一个规模，200多条的一个表象和一个只有1条条目的一个表象，这个很明显。它的规模是缩小了很多的，但是注意，在这一点上，对于中间这台 ISP 的路由器来说，它是不能够减小自己的表象的，它得分得清楚 1.0、2.0， 甚至一直到 255.0 到底从哪个方向出去。所以说，它的表象不会减少，它只会减少谁呢？只会减少 Internet 上的一个表象的大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注意看这儿。这是一个 198.168.0.0， 凡是看第一个字段，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看到198 OK， 它是一个 C 类，对吧？我们说192到223都是 C 类，所以说198它一定是个 C 类。如果它是一个 C 类，我们说标准延码上面 C 类地址应该是24位的延码，而现在我们却把它变成了16位的延码，你的延码的位数进一步的缩小了。那也就是说你超越了类的概念，只有 B 类才能是16位的延码，对吧？标准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你超越了类的概念，所以说它叫做无类的 classless， 无类的预见路由。不是所有的路由协议或者说不是所有的设备都会支持无类的这个路由条目的。在这一点上，无类的预见路由 CIDR 这是198的一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凡是比它的这个路由的这个信息要比它标准的延码的这个数值还要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叫做无类预见路由。好了，我们休息一下。无类预见路由。